1991年苏联解体，红旗落地，为期44年的美苏冷战最终以美国的胜利落下帷幕。事后人们在复盘这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那就是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综合国力一直都凌驾于苏联之上。红色帝国的结局似乎从冷战开始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决定了。这种近乎宿命论的判决不免让许多红色爱好者感到沮丧。难道社会主义阵营就注定赢不了资本主义阵营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冷战中，苏联至少有3次翻盘的机会，只不过是苏联统治阶级自己愚蠢，错失良机而已。从冷战时代以至于今时今日，能对世界格局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地方，始终有且只有3个，它们分别是中东、东亚和欧洲。无巧不成书的是，冷战期间，这3个决定世界走向的战略要点都曾经发生过松动。苏联领导人但凡能抓住其中一个机会，不说打赢冷战，至少也能多苟延残喘几十年。今天笔者就为大家逐一分析一下，苏联领导人是如何完美错开这3次天赐良机，一头扎进地狱之门的。上天赐予苏联的第一个机遇就是我们中国。这话怎么说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明白冷战最终比拼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想必很多朋友都能回答上来，当然是比拼经济实力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好，那决定经济实力高低的又是什么呢？是技术还是资本？都不是。真正决定冷战双方经济天花板的是谁能承载更多的产业链。冷战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虽然在工业实力上胜过苏联一头，但那也仅仅是数量上的差距，并没有那种不可逾越的降维打击。笔者认为，双方真正拉开差距的标志是60年代开始的美国产业转移。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新的产业必然会出现，而产业分工也必然会更加细化。以上种种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需要的工业人口必定会越来越多。人口上限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上限，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就能发展得好，但人口稀少的国家一定走不远。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已经发现了上述这条经济规律。他当时就预言英法的时代终将落幕，未来能主宰天下的必然是美国跟沙皇俄国，因为他们的人口基数多呀。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本来是旗鼓相当，论发展潜力，苏联只要咬咬牙还是有机会追上美国的。但是美国的盟友却比苏联多，日本、欧洲、4小龙和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跟美国保持着盟友或半盟友的关系，他们的工业人口加起来是苏联的2至3倍。当美国通过产业转移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中时，美苏两国的发展上限就已经拉开距离了。随着时间的发酵，经济的发展，苏联注定要被美国甩开。但苏联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老天曾送给他一个庞大的工业人才库，那就是我们中国。新中国是冷战双方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艺术。我们的横空出世完全打乱了美苏在雅尔塔体系划定的世界格局，也给苏联带来了战胜美国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扫盲教育和底层各种组织化训练，把全国民众都培养成了准工业化人口。只要有资金和技术的输入，必然能爆发出强大工业产能，而这两者苏联手上都有。如果苏联能把中国纳入它的京沪会体系之中，苏联的发展天花板将会与资本主义阵营持平，甚至超过他们。这是苏联在冷战中逆天改命的一个千载良机呀。事实上，苏联在早期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斯大林执政晚期以及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援助，放眼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惜的是，这一进程最后却因为赫鲁晓夫的愚蠢被粗暴打断了。赫鲁晓夫在掌握权力后，就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政策，走到了与美国共治天下的邪路上去，这是妥妥的修正主义作风啊。而赫鲁晓夫要想实现与美国共治天下的春秋大梦，第一个要拿下的就是中国。原因出在中国的台海问题上，台湾作为中国传统领土的一部分，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不允许其分裂的，所以围绕台海问题迟早都会爆发冲突。可台海问题又不仅仅是中国内战那么简单，那道浅浅的海峡同时还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分界线呀。
中国如果在台海方向大动干戈，那必然会把两大阵营拖入战争泥潭。这可不是危言耸听。1958年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破坏美苏媾和，同时也为了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曾瞒着赫鲁晓夫单方面发起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结果就成功逼得想要媾和的美苏两国捏着鼻子互放狠话，要用核武器弄死对方。意识到这一点的赫鲁晓夫明白，要想圆了美苏共治的大梦，就必须给中国这头烈马套上龙头。于是就在同年，赫鲁晓夫向我们提出了建立联合舰队跟长波电台的倡议。当时苏联在资金跟技术上都远胜我们，如果这两个倡议成功落地，那项目的话语权必然会被苏联人掌控，到时候中国的海军还不是苏联人说了算？没有独立的海军，你想要台海方面干点什么事，也得人家苏联人点头才行啊。这点小伎俩自然瞒不过毛主席的法眼。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两项包藏祸心的建议，毛主席当场就断然拒绝了，而代价就是中国和苏联彻底决裂。至此，苏联人失去了第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不说，美苏共治的构想最终也成了黄粱一梦。偷鸡不成蚀把米，真是可笑之极呀！除了在中国这边栽了跟头之外，在美苏博弈的另一个战场中东，苏联的表现也是惨不忍睹。中东是欧亚大陆的咽喉要地，控扼着亚欧非3块大陆的交通枢纽，谁能掌控这个地方，谁就能掌控世界岛。此外，这个地方还分布着全球2/3的石油储量，掌握了中东，就相当于扼住了世界工业之咽喉。没有中东就没有石油美元，没有石油美元，美国的霸权含金量就得大打折扣。美苏双方都是很清楚中东的重要性，谁能占据这个地方，谁就能在这场博弈中占得先手。与大家的印象相反，在中东这局棋中，最先占据上风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冷战初期，中东国家里头站对美国一方的有土耳其、伊朗、利比亚，而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南也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则相对比较亲苏。剩下的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态度是保持中立。没错，以色列在初期的态度是中立，它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亲美。这个国家最初就是美苏两国为了肢解大英帝国在中东的殖民地而扶持起来的马前卒而已。对于这两位义父，以色列一开始是保持等距离外交的，可随着以色列建国后，他跟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尤其是埃及、约旦、叙利亚这3个邻国，那真是3天一小闹，5天一大打。而这几位又恰好都是苏联的盟友，两国关系渐行渐远也就成了必然的事了。当时苏联的这些盟友还有另外一层身份，那就是泛阿拉伯主义国家。泛阿拉伯主义是2战后阿拉伯地区兴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它号召所有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欺辱。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埃及总统纳赛尔，以及日后大名鼎鼎的卡扎菲、萨达姆等人。早期的泛阿拉伯主义国家是中东地区最为强大的一股政治力量，不仅以色列对他们感到恐惧，就连同为阿拉伯民族的海湾国家都感到如芒刺在背。因为这些民族主义政权全都是靠推翻王权上台的，相比于民族大义，王爷们更在乎自己的权利。于是出于共同的政治目的，这两伙人就不可避免地向美国身边靠拢。以色列在前头冲锋，海湾国家在背后捅刀。在第3次与第4次中东战争中，彻底打断了泛阿拉伯主义的脊梁骨。这时候苏联在干什么呢？苏联还是那个臭毛病，又起了控制盟友的龌龊心思了。比如说第3次中东战争期间吧，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埃及、约旦、叙利亚3国。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前往苏联求助，可勃列日涅夫却趁火打劫，逼迫埃及签订卖国条约。纳赛尔不肯答应，双方就一直僵持在了那里。不曾想，以色列这次打的是闪电战，就在纳赛尔跟勃列日涅夫僵持的这几天时间里，犹太人横扫千军如卷席，摧枯拉朽般把阿拉伯联军击溃，史称6日战争。经此一役，泛阿拉伯主义一蹶不振。苏联的盟友纳赛尔也在3年后含恨而终。原属泛阿拉伯主义的其他国家如约旦、伊拉克，看老大哥这么不靠谱，纷纷倒戈投靠了美国人。如果苏联没有那么多小心思，而是像第4次中东战争期间
美国不惜一切代价支援以色列那样支援反阿拉伯主义联盟。就算最后中东这真的崛起一个强权，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中东不落到美国手上，对苏联而言就是一场大胜啊。等到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找不到石油续命，非得丢半条命不可。继失去中国和中东之后，欧洲就成了上天留给苏联的最后一次续命窗口。欧洲是当时除了美苏两国之外，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工业版图。欧洲战队在美国一边，美国就是美帝。欧洲如若脱离美国，那美国就只是美国了。这条金科玉律，即使放在今天也并不过时。二战结束后，欧洲百废待兴，急需美国的资金援助重启经济，再加上苏联带来的军事压力，都迫使他们不得不全面倒向美国一方。到了60年代的时候，欧洲经济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还有了长足的发展。羽翼丰满之后，这帮曾经主宰世界数百年的传统贵族已经不再满足于充当美国附庸的角色，他们试图组建欧共体，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极。以戴高乐为首的本土主义者更是喊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这种大逆不道的口号。恰逢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为了支持庞大的战争开支，美国违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精神，无节制滥发货币，最终导致美元无法维持对黄金的兑付。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众欧洲国家见状，更是恶向胆边生，居然使出黄金一阳指，疯狂点戳美国的死穴。这群人利用贸易顺差换来的美元，到纽交所挤兑黄金，最终逼得尼克松不得不宣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时候苏联最好的选择就是尽最大努力支持欧洲成为第三极。三足鼎立总比两极争霸来的稳定吧。再说你们都已经背叛革命，搞修正主义了，这意味着苏联跟欧洲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矛盾了，双方完全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呀。可那时候的苏共高层沉浸于纸醉金迷中，什么也没做，既没有响应欧洲人独立的呼声，也没有在中东方向阻止石油美元的诞生，眼睁睁看着基辛格跟沙特阿拉伯签订来石油换安全的密约。等美国稳住阵脚之后，欧洲的独立呼声因孤立无援，最终被打压下去。苏联失去了最后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回顾冷战这段历史，笔者认为苏联最悲哀的地方是，作为一个弱者，它的容错率是极低的，一旦错过了某些特殊机遇，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反观美国则不然，作为一个强者，它的试错空间极大，即使遇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这种灭顶之灾，也能硬挺过来。苏联的这种情况跟历史上的诸葛亮颇为类似，身为弱者，如果不能把握住仅有的几次天赐良机，那就真的回天无力了。